事吧？有没有伤着？哦，我没事儿。这么喜欢？我愿为之拼到最后，即使命运扼住咽喉，喊我性命就跟你走，不在意答案能否看透，功负命运的事无谓携手，哪怕披荆斩棘也一定要去拯救。那未知的冒险与迷梦，终将会有收复时空，让我们执着，就算不烈火一起战斗，在梦魇之后害怕什么？又怕什么？有什么意义也没有。这么不惊吓？莫代，我可以放你走，但我有几句话，请你仔细听。第一，我知道刚才的情形很像是我攻击了霍子红，但你亲眼看到了吗？第二，我调查过霍子红，他家境不好，父母是菜贩子，小学2年级就辍学，帮父母出摊卖菜。回去观察你红姨，像吗？第三，我现在放你走，但你不许回头。如果回头的话，别怪我改主意。红姨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看，我没事儿啊，我真的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妹妹，小老板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那人怎么样啊？啊，没受伤，没抓住，打不过，让他跑了。来，休息。哎，罗哥，我要回车那儿。啊？为什么？照我说的做，往你的左手边走，右拐进商场。哎，罗哥，我现在已经到商场了。怎么说？继续往下走。继续往下走。你被跟踪了。我被跟踪了？快跑！好。
几楼啊？5楼。有病吧？办的怎么样了？这么长时间？关老板有规矩我知道，但规矩都是人定的，没必要认死理。摄像头是我放的，以后不会再用。还有，你的生意我没什么兴趣，请你以后也不要过来找我。懂，我都懂。落马湖是霍总这号人，他家住在城前巷12号，父母是菜贩子，小学2年级就辍学，帮父母出摊卖菜。回去观察你红衣，想吗？能把你打成什么样啊？他那么厉害吗？毕竟是练家子，这年头难得遇到一个练武的人，他师傅一定是个高手。哎呦，这都打上了，你这个案子以后就更难查了。我倒是觉得会越来越顺畅，大家看品行，看修行。这个穆代是个值得结交的人。哎呦喂，这评价够高的啊！高吗？从你嘴里说出来算高。你不是常说吗？你身边都是些两面三刀、下手无情的人，值得结交。我还是头一回听到从你嘴里说出来啊。对了，娉婷怎么样？好，还是老样子。唉，得亏呀，他是个文疯子，他要是武疯子，我可看不住他。你看这样行吧？咱们再给他找一个更好的医生。你查的是旧案子，你就算是找到了真凶，也帮不了娉婷啊。郑伯，叔叔的案子太过离奇，娉婷也疯得太突然了，所以我始终觉得案子本身才是关键。
哎，先生，这瓶酒咱们标价200。200。好嘞。亚青，你放心。 他们都在糊弄你，我绝不会糊弄你，我一定会把他们揪出来，揪出来。把钱包还我！站住！哎，回来！ 把钱包还给我！怎么事儿，曹哥？练架子、扎手，就他，别大意，咱俩一起上。钱包还我！哎，都2回了，咱俩跟拴上了似的。今儿这档子事儿和您没关系吧？不该您管的事儿您偏管，你懂规矩吗？啊！那什么，这东西先给你吧，你自己看着办啊。 真他妈不仗义！把钱包还我！在这儿呢，看看有没有少钱。钱不重要，主要这张照片，丢了就没了。 姑娘，谢谢你啊！哎，起来，道歉。哎，算了，他们是团伙，别跟他们纠缠，省得惹一身麻烦。哎，这位大哥一看就有经验啊，你得听劝。我那兄弟要真勾来人来，你也吃不了兜着走。是吗？是。哎，看，干嘛呢？挂留珠子干什么呢？ 姑娘，今天多亏了你啊！但是一个女孩在外面还是少和这些地痞流氓瞎接触，容易吃亏。嗨，谁怕谁呀？李叔，我想问问你为什么查落马湖这个案子？你呢？你这个年纪，案发的时候还没出生吧？你又为什么查呢？我呀，我是替我养母来的，她是李教授的学生。 恩师一家出了这么惨的事儿，他一直放不下。难怪。因为他。他是谁啊？他叫李亚青。 他怎么跟红姨这么像？他叫李亚青，李教授的女儿李亚青。如果那天没出事儿，那一年我们就订婚了。唉，20多年了，为了这个案子，我丢了工作，
弃了前程，追查了半辈子，还不是心里有坎过不去吗？李叔，你确定你那个朋友真的死了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是说这件事情查清楚了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是觉得，万一看错了呢？你当我瞎吗？不是。你觉得我连自己的爱人都认不出来？我当时还是警察，这种事儿我能搞错？凶案发生的时候，我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。你知道我都看到了什么？现场惨不忍睹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我甚至能在脑子里复原出雅青是怎么倒下的，怎么被拖动的，又怎么被缠进那该死的鱼线里。李叔，我累了，你慢慢喝。对了，你养母既然是李教授的学生，也算是沾顾，你告诉他，别信岑春娇的话。哎，为什么呀？2年前凶手又犯案了，同样是鱼线，同样手段残忍。我跟他打过照面，只可惜我没看清他的脸，所以5年前死的刘树海肯定不是凶手。您回来了。哎，妹妹，你看我多乖，我都没敢挪窝。第几次了？我昨天你叫我妹妹了吗？这么年轻漂亮，叫别的不叫姥姥吗？看出来你是惯偷，报警完事儿。别，怎么能是惯偷呢？你这么想，我拢共就做了2票案，还全都折你手里了。我手这么潮，能是惯偷吗？我就是那个悬崖边上的孩子，你拉我一把我就回来，推我可真下去了。我师傅说了，人在江湖路自选，在一在二不在三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没有下次了啊！您放心，打死我也不敢了。谢谢。说你那德行。怎么着，准备跟踪报复啊？不能，我是看您身手怪利索的，心向往之，不知道有没有荣幸可以认识一下。没有。妹妹，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功夫，啊，哎，这是我的偶像李港龙，他的片儿我全都瞧过。但是现实生活当中，我遇见的会功夫的人，您还是头一个。这个，您这功夫还都使我身上了，是吧？这所谓不打不相识，在下曹延华。孔曹延华，军委陶江，名字这么来的。您瞧，您连我名字的典故都知道，真是文武双全啊！当然了，论拳脚和您比那是太微末，可我也会些个江湖手段啊，保不齐什么地方还就能帮上你。你就比如现在，我就能明确地告诉你，从茶座到这儿，是哪个色狼在盯你的梢。Follow me。注意了，表现得自然点啊，朝我的斜后方看。水果摊儿，穿棕夹克那小子就是，错不了。
刚才我被捆那儿的时候啊，有一无人机就嗡嗡嗡的飞，我还以为拍我呢，赶紧躲起来，没成想那飞机朝你去，那很明显了，先偷拍再跟踪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要是为了报复我，诓我骗我，妹妹，这话就伤人了。我前进北草野，就算要报复，也不能用这么不入流的手段。信我，那小子有鬼。今天的草莓挺新鲜啊。对，今天刚到的货。啊，要不给您来一盒？好。怎么支付？好，慢走。喂，喂，你干嘛跟踪我啊？我跟踪你？哦，你可能误会了。我朋友在这边住院，我过来看他，空着手去不太礼貌，所以就来买点水果。可能是碰巧，跟你走重路了吧？是吗？不过姑娘，如果你只是想认识我的话，我叫罗任，这是我的号码，你可以随时打给我。就让他走了？看来这刘树海的生平挺有意思的。之前就是一普通人，说生于安和，为人一直本分，后来去了大通旅游，遭遇了交通事故，翻车进入了河中啊。昏迷了48个小时才抢救成功，为医学奇迹。出院后离家而去，半年后死在了济泉旅馆。哎呀，看来这大难不死，未必都有后福。这上面说，刘树海从来就没去过落马湖。他家人是这么说的。他后背果真少了一块皮啊！那姐妹没有胡扯呀。浪费时间。唉，老板，我也先撤了。穆小姐。这是霍小姐在我这备的另外一个案子，麻烦你转交给她。张光华，这人是谁啊？红衣，你看了吧？万叔说这些遗物是村民在大通的野河滩发现的，那一带常有山洪爆发，他应该是没逃过，遇上意外了。对了，李叔说凶手2年前又犯案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穆代，你帮我再去找李探，了解下2年前的案子。哦，那我先挂了。好的。难道老天不开眼，竟还让你活着？
陆代，我感觉有7、8分像了。这2天，我打算把杂货店转手，钱一到位，我就带着画像去小商河，大不了见人就问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揪不出这个人。很会选地方，内外都有摄像头，人也很多，很懂得保护自己。放心，没动过手脚。无功不受禄，不受你东西。草莓我也没吃，扔了。穆代，其实我对你印象挺好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想知道。你功夫好，但下手知轻重，留余地，跟你打交道不累。你刀都架我脖子上了，还夸我武功好，讽刺我呢吧？说真的，我能看得出来，你有非常扎实的传统武术功底。如果较真起来的话，我应该不是你的对手。我也能看得出来，你走格斗路数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无所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你是来谈落马湖的案子的吗？那我有个要求。你说。有2种人会对落马湖这个案子保持关注：亲友和凶手。3路人朝万烽火买消息，我弘毅和李坦是亲友。你呢？你对我弘毅挺了解的吧？李坦你也挺熟的吧？你找我聊可以，那你要我们全盘托出，你自己藏着掖着的，不太好吧？我很忙哦，你要不说我可走了。你父母和你妹妹？男的是我叔叔，我叔叔叫罗文淼，是个历史学家。叔母去世之后，他为了专心研究地狱史，带着女儿娉婷搬到了小长河。大概2年前，叔叔忽然失踪了，娉婷报了警，我也帮忙回来找。可没过多久，叔叔突然自己回来了。叔叔，爸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问他去了哪儿，他说是落马湖。叔叔经常去外地出差做学术拜访，我就没在意。可当天晚上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叔叔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都几点了？叔叔，多人，不要让我去杀人，把我关起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一直追问，可他却表现得像是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，就好像跟我开了个恶意的玩笑。可能是正因为印象太深刻了，
我一直有所防备，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反锁大门。叔叔，我进来了。白天叔叔外出的时候，我也尽量跟着。这是在干嘛？后来几天都很平静，我就放宽了心。可没想到，陆小刀，快醒醒，醒醒！我爸他不见了。你不是反锁大门了吗？翻墙走的。你相信吗？我叔叔50多岁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连自行车都骑不好。他居然能翻过4米多高的围墙，而且我觉得那个人满头白发，应该好对付。可我没想到，他力气如此的大。我立刻追出去，途经一条小巷，巷子里有一户着火了，里面有人在厮打。你去看了？屋里的景象很惨。李坦是不是也在啊？刚开始我以为李坦是凶手，因为我进去的时候看到他正掐着我叔叔的脖子。你知道的，有的时候你只是看到一个画面，并不是真相，但你会仓促下结论。我知道。当时我把李坦给打晕了，叔叔就在这个时候跑了。我看到他的眼神，那种嗜血的眼神，我立刻明白是我搞错了，我叔叔才是凶手。当我追出去之后，看到他的速度和力量，那根本不是我叔叔，可他确实是我叔叔。那后来呢？陆小刀，我爸他怎么了？叔叔，你是不是杀人了？啊！说话，老人，不要让我出去。皮丁，把绳子拿来，快！我把叔叔绑起来，先去找李坦，他是现场唯一的目击者。我得问清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刚发生了什么事？谁杀的人？抓住了，终于抓住了，抓住了。说什么？月清，终于抓住了。你说清楚！告诉你的生命。我赶着送李坦去医院，于是把叔叔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吩咐娉婷等我回来商量。李坦误会大了，回去我跟他解释解释。我以为把人绑上，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双重保险。
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我已经尽最大速度赶回来了，可没想到，叔叔死了。娉婷，娉婷疯了。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也许他听说我要报警，赶紧把叔叔放了出来。可法医鉴定，叔叔是自杀。那娉婷为什么会疯呢？就算目睹叔叔自杀，至于被吓疯，直到我见到了曾春娇，了解到柳树海当时发生的情形，我才意识到，娉婷也许经历了同样可怕的事情。整件事情都太诡异了。我从这个案子开始回溯，从丽潭开始查，知道了落马湖案。但落马湖案的真凶绝对不是我叔叔，他那个时候还在国外求学。后来了解到了有霍子红是好人物，然后我整合我所能寻求的一切线索。如果这是一场大戏，现在整个戏演都在霍子红一个人身上。陆台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红姨不可能是凶手。他也许不是凶手，但他一定知道凶手是谁。那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还记不记得昨晚我们在后面聊了一会儿，他上来就问道：“他没一起来吗？”那个他是我叔叔，我叔叔当时就已经死了，一个死了的人，怎么可能做到一起来呢？他还没死吗？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我意识到我们在鸡同鸭讲，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情，但聊的不是同一个人。他说的不是我叔叔，而是真正的凶手。他的语气让我觉得他跟凶手打过交道，于是我扎了他一下。你知道落马湖案的真凶是谁？你也不是真正的霍子红。接下来他什么反应，你也看到了。想起什么了？张光华。张光华谁？张光华是我红姨在万烽火那儿背的第二个案子，他也是落马湖人，而且之前跟李亚青住过同一栋楼。后来，落马湖的案子发生不久，他就失踪了。再后来，他的贴身物件被发现在大通的颐和滩那儿，好像人是遇难了。大通。大通？地名怎么这么熟啊？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。刘书海翻车落水的地方。对，就在大通。对。红姨把张光华的资料放哪儿了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一下午也没见到木袋了。行，那你再找找吧啊，哎。哎，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啊？红姨。来啦！我这个
哎，最近发生太多事儿了，我想祈祷一下，保佑咱们酒吧平平安安的。哎，红姨，你都来了，那你来吧。好了。怎么样？我没找到。啊？我不知道红衣把张光华的资料到底放哪儿了。没事，万烽火那应该有底本。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啊3起案子大致情形我都了解了，得尽快理出他们之间的关联。直觉告诉我，里头应该有条暗线。等，3起，不是2起吗？哦对，达罗恩特尔那件事情你还不知道。哎，要不去我家，你帮我梳理一下，我给你补充更多细节。去你家？不了吧，太晚了。也行。那我就不送了啊。再联系。行。不是，你住这儿啊？那我这……请进。这你家啊？租的，拎包入住。来啊！去哪儿？房间。啊？哎，资料在我房间。哦。资料在哪儿？这里能看到酒吧啊，还能看到我房间呢。我说这2天怎么总有一种被人偷窥的感觉？偷窥一般是不良目的，我这种叫侦查或者观察。来看资料，刘树海死前提过2个案子，一件是落马湖，另一件岑春娇没说。所以你私下向岑春娇买通了消息？这个案子发生在5年前，达伦特尔，牧区，冬天，犯案的手法也是先杀人，后使用鱼线。不过这个案子没人知道。没人知道。受害者被雪困住，也有狼群。这个事情就算在天在头上了。话说回来，这几个案子从地域上看有什么规律吗？彼此距离都很远，看不出什么联系啊。时间上呢？第2起和第3起案子之间隔了3年，但是第1起和第2起案子之间居然隔了17年。然后就是每起凶案的凶手。我始终觉得，第1起案子不是刘树海做的。第一，2起案子相隔时间太久；第二，案子发生的时候，刘树海才刚成年，怎么会突然到落马湖杀死跟自己毫不相干的李雅青一家呢？对啊，我之前一直没有头绪，直到你跟我提到张光华，很巧吧？张光华也住在落马湖，
而更巧的是，张光华的遗物遗落在大同，柳树海也是在大同翻车落水的。他们两个都有一个时空焦点，大同，而柳树海和我叔叔之间也有一个。柳树海是在济泉死掉的。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叔叔失踪那次，我帮忙回来找。我问娉婷，叔叔离家出走之前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？结果娉婷告诉我叔叔曾经去济泉出差，回来生了一场大病。从那之后就不对劲。5年前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我叔叔买错票，是我跑错了地方，阴差阳错的住进曾春娇的小旅馆。好，那好，就这样。上楼右拐，一直往里走，802房。岑春娇说刘树海住203啊，这么巧啊？就是这么巧，单双号门。刘树海死的时候，我叔叔也在。经理已经报警了。抱歉。还记不记得，刘树海死的时候，背后少了块皮？岑春娇说过，他背后的那块皮形状特别规整。我叔叔也是。刘树海自大通落水之后就不正常了，你叔叔从济泉回来也开始古怪，我觉得有问题，就好像一个杀人接力游戏，前一个人死了，后一个人继续接力，再去犯案，然后再下一个，再下一个。说不定幕后有人全程操控这一切，割走参与者的皮，作为参赛纪念。想到什么了吗？想到什么？接力赛结束了吗？什么意思？刘树海死的时候，我叔叔在他身边，接了下一棒。而我叔叔死的时候，他身边还有个人。娉婷。